这次可把我气坏了。俺闺女考上大学，俺朋友竟然送一块破姻缘，我这越看越难受。我看你这是一块评级如何的龙样，而且笔面给的还有分儿，你应该开心才对啊！我瞅瞅。咦，我真开心不起来啊！因为俺媳妇说了，这块姻缘啊，有可能是假的。昨天让俺邻居看了看，说过去的姻缘没有这样的。过去咋可能没这样的姻缘嘞？你看你这个都已经评级如何了，上面记载的信息都有，1895年发行铸造的，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编号，上面带来还有汉字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湖北省造。那邻居不懂行，这笔面是一眼开门，这个如果说是假的呀，他不给入盒子，真假啊，你回去对比一下官网，我感觉啊，够你的这个份子钱。别提了，我爷这给他随500，你不知道，这2年没挣到啥钱，我给别人随份子，现在都是100、200。那100、200太正常了，这2年不是你，大家都比较困难。其实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礼尚往来啊，100、200它就是一个大趋势，但是你这个姻缘啊，绝对够了，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就行了。咦，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个姻缘是假的。俺那邻居昨天说了，想出100块钱买走，昨天差点都卖了。那你幸亏是没卖。说实话，那邻居这个居心啊不良，他不实在。既然是假币，那他为什么要出100去买嘞？假的应该分文不值啊。他这说话有点自相矛盾啊，你自己理解一下是不是？应该不会呀。这个邻居家里面挺有钱的。平时买这些银元啊，都是几万、几十万的买。他不应该忽悠啊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邻居应该是一个老玩家了。这个湖北龙他不应该不认识啊，几万、几十万的币都过手了。那你这个湖北龙在万字辈面前算是小巫见大巫。他应该是看你不懂才报100的，或者是直接是给你开个玩笑。绝对不是开玩笑啊！今天他还给我打电话了，催着我叫这块银元卖给他。我刚才还短信炮轰俺那个朋友嘞。那你这不分青红皂白就哄恁朋友，这也显得太不够成熟了。在你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啊，就不要乱下结论，不然的话太唐突。最主要还是恁那个邻居误导你了，他这个人品啊确实不咋地。既然打电话催促你，说明啊他要捡你的大漏。我跟你来说一下你这块姻缘。过去啊，晚清光绪年间发行了生龙，币值整体状态还不错，最起码你看如何他给分了，不然不会给到你 AU 50分。AU 的意思啊，其实就是流通过的美品。那邻居为什么说的是假币？可能啊和这块币面不带包浆有太多关系。有些人就是看你啥都不懂，故意给你包成假币。你这个确实是不假，这搁着盒子看，这都是一眼开门。你看，因为币面带了有黄油彩包浆，现在行情价的话应该在4000左右吧。相比你随份子的500，你这是赚了一个大便宜，3、4千。对，不对吧？我觉得过去的姻缘上面不带英文啊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一直认为它是假的。那你正好说错了，过去姻缘啊有很多，尤其是龙样都带英文，因为咱们过去和外国人做生意，姻缘它是全世界的流通货币，而且你看现在能看到的姻缘，大多数都是国外的设计师设计铸造的，所以说这个带英文啊太正常了。这要真值3、4千，那都坏事了。那可完蛋我刚才还骂那个朋友了，你说这咋弄？咋弄？你逃避也不是办法，你必须得赔礼道歉才行。像你刚才说的，你给人家随了500，而人家一下子去给孩子几千的东西，你之前要是不懂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找人家兴师问罪，那说不出来了，那就是你的大不是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得回去找他，对，当面给他赔礼道歉。对，谢谢你了，老板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没想到过个8月15啊，竟然发大财了。俺朋友送给俺儿一块小银元，一下子竟然值几百万，这太让我激动了。看大小啊，应该是2角的小银号，外国的小银号可没那么贵。你这价格是不是查错了？我先瞅瞅。价格绝对没有差错这2天我跟我外地的朋友天天打电话，一直就是在聊这几百万的价格。几百万是不可能了，一般像这种辅币2角啊，价格都比较便宜。你这个虽然说入皮革给的 MS64 高分，
但这里边装的是营养2胶，而且还是后注的。你看一下它的铸造年份，1941年，比我们常见的大号医院晚几十年，状态确实是不错。送这个给孩子当小玩意儿很正常。那朋友给你报几百万，那说的是开玩笑了吧？一点都不开玩笑啊！我这个朋友就是干锅的，他从事锅行业已经50年的时间了。他说我这个就是比较少见。比较少见是有2方面的原因，大部分人收藏营养都是玩那个医院面质的，因为营养玩件比较小众，属于国外的医院，大个的也不贵。第二个，你这是属于伏笔，伏笔玩的人更不多，平时我都不怎么常见，不常见就不一定代表它都贵啊。你这个逻辑我不赞同啊，毕竟我朋友都告诉我了，是几百万，难道他玩50年的经验，还没你专业吗？50年的经验肯定比我专业啊，但是他告诉你值几百万一个，这很明显睁眼说瞎话。你不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个估高价的骗局，专门套路你们啥都不懂的人。有时候一听这价格几百万，就像你现在一样，开心的不得了。我确实是开心的不得了，毕竟才认识几天，没想到他却给我掏医疗费，一下子告诉我能值几百万。刚才我就质疑你这几百万的价格了。原来你这才认识几天的朋友，我还以为是现实中的朋友了。这看来你是信以为真了。如果真值几百万的话，你想想，另外您的一个朋友，他不可能一下子送给孩子几百万，这与理不通。具体值多少，你可以问问你那个朋友啊。我这问人家多不好反正他家还是怪有钱的不只是给我家孩子一个，而且大方了也给别人家孩子一个。你看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问题对上号了吧？如果真值几百万的话，人家不可能随便送来送去了。如果真值几百万，这家里有多少钱也不够他这样败了呀。这是咱们成年人的分析啊，因为你对这个银行不懂，基本上大家玩的都是那个医院面值的主币，而你这个是2胶的伏币，伏币玩家不多，这是一个点。你看这个银行，它这个品相非常好，我们常见的都是早期发行的阴阳主币，主币的品相都不怎么好，而你这个伏币状态非常好，皮盒能给到 MS64 的高分，实属少见。因为早期发行的它不是带伤，它就是带戳。还是我刚才那句话，本身这个外国的音乐玩的也不多，伏币玩的人更不多。你刚才说能值几百万，那确实吓我一跳。这种伏币虽然说少，但也有一定的市场价。我感觉你这一块大概市场价应该是几百块钱的样子。几百一个？对。你这说的恐怕还不够评级费了吧？你没看这都是英文吗？那是。往国外发的快递得多少钱呢？那可不能按你这么算。第一个快递费它不是你出的，大部分人去入盒，要么不懂人傻钱多要么就是那个大批量的做去入盒，因为几百枚他还值当呢。再说皮盒评级它有一定的这个收费标准，价值多少，相应的评级费多少，这都是很透明了呀。那不可能，既然人家能给我出到几百万那人家一定是有销售渠道你说几百，我肯定不会卖给你的。这个几百不卖，我也不勉强，咱俩只是探讨一下你这个银行的价值。我感觉你这个认识的外地朋友给你报几百万，他应该是给你估高价，后续想骗你的各种手续费，你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反正大概情况就这个样子。那算了吧，我看我还是找我那个外地朋友吧。那还是他比较实在。你算这也行。